2026年3月27日，这一天将被载入美国空军史册，但绝不是因为荣耀。在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了真实承诺4行动的第84轮饱和式打击，给美军造成了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单日最惨重的战机损失。根据卫星图像分析及开源情报确认， KC-135 战略加油机被摧毁3架，另有2架受损，其单机造价约1亿美元。E-3G 望楼预警机1架严重受损，后机身和标志性的雷达天线罩在袭击中被炸毁，其单机造价及升级费用高达6至7亿美元。EC-130H 罗盘呼叫电子战机2架受损，其中1架损毁严重，另1架因需长时间修复而导致已退出作战序列，其单机估值约2亿美元。军机加上基地基础设施等损失，账面直接损失超过18亿美元。美军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单日内损失如此之多的高价值、不可替代的战略资产。同一时刻失去了空中作战的预警机大脑、加油机血液和电子战机盾牌。美军引以为傲的空中优势，在技术代差日益缩小的对手面前，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为了理解这一事件的震撼程度，我们不妨将其置于历史的长镜头下进行审视。整个越南战争，美军各军种的飞机损失堪称灾难级，约8600架被毁，非战斗损失甚至占了总损失的近40%。从越战的泥潭中爬出来的美军，历经20年的改革，先是在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中完成预演，然后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是降维打击的封神之战。1986年4月15日，因为利比亚卡扎菲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24架 F-111F 协同5架 EF-111A 电子战飞机，绕到大西洋和直布罗陀海峡，单程飞行超过5000公里，空中加油多达4至6次，创造了当时战斗机航程最远的实战记录。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利坚号和珊瑚海号航母则出动了 A6、A7 攻击机和 F-18战斗机，在12至20分钟之内，电子战飞机瘫痪了利比亚防空网，随后摧毁利比亚14架战机、5座雷达站，重创了其防空体系和军事指挥中心。卡扎菲本人在爆炸前几分钟离家躲避。这种电子战叠加精确打击的模式，后来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被大规模应用。在海湾战争历时43天的空袭中，美军及其盟友出动了超过10万架次战机，展示了精确制导武器和隐身技术的绝对统治。在发动空袭的第1秒起，美军就彻底夺取了制电磁权，利用 EF-111 和 EA-6B 电子战机进行大规模干扰，动用大量 BQM-74诱饵无人机飞入伊拉克领空，发射了大量的 AGM-88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进行硬杀伤。首次大规模实战使用 F-117 隐身战斗机穿透密集的防空网，精确摧毁伊拉克的防空指挥中心。虽然 F-117 的出动量仅占总数的2%，却摧毁了40%以上的高价值战略目标。这种单向透明的代差，彻底摧毁了对方的战斗意志。当时伊拉克的苏式防空系统面对美军新一代电子干扰和隐身打击时，毫无还手之力，防空指挥体系固守自上而下的僵化垂直领导。一旦指挥所被炸，基层阵地就陷入混乱，无法独立有效作战。海湾战争还证明了辅助机型才是真正的胜负手。E-3 预警机全程监控空域， KC-135 加油机保障战机24小时不间断待机，而 C-135 收集电子情报，飞行员在起飞前就已知晓敌机的方位。这种体系化的加持，让伊拉克的米格战机在空战中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美军还采用了空权理论加沃登提出的5环打击理论，同时打击指挥中枢、能源系统、
弹药库、交通基础设施和野战部队。从传统战争的先打前线，再打后方的线性摧毁，转向全方位并行打击。根据战后统计，多国部队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固定翼飞机的总损失仅约为52架，其中美军约38架，另有约23架直升机被击落或坠毁。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损失分散在43天的作战周期中，日军损失仅约 1.2 架固定翼战术军机。具体来说，在战争爆发前，美军在阿拉伯半岛就因事故损失了3架 F-16。在战争期间，官方承认有3架 F-16被伊拉克的真实便携式防空导弹萨姆6立方体和 S-125 涅瓦河防空导弹击落，另有4架损失原因未公开。F-18 大黄蜂作为海军主力，1架被伊拉克米格25击落，这是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唯一的固定翼飞机空战损失，另有1架被地空导弹击落。F-15E 攻击鹰在战争中损失了2架，均为地面防空火力所致。海湾战争中美军的损失呈现3个特点：第一就是分散性，没有集中的灾难性时刻，损失被拉长到整个战役周期；第二是低价值为主，被击落的多是战术战斗机或直升机，而预警机、战略轰炸机、电子战机等高价值资产毫发无损；第三是地面威胁为主，绝大多数损失来自无法完全压制的中低空防空火力，比如高炮和便携式导弹，而非敌方空军的拦截。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北约首次纯粹依靠空中力量打赢的一场战争，也是美军零伤亡战略的试验场。尽管南联盟拥有当时欧洲最密集的防空网之一，北约仍实现了极高的作战效率。EA-6B 徘徊者电子战机对南联盟的所有防空雷达频段进行全天候覆盖干扰。北约战机携带大量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攻击强行开机扫描的南联盟雷达。南联盟防空部队被迫采取游击战术，而且雷达每次开机时间不敢超过20秒，这导致其地空导弹只能处于盲打状态。在长达78天的轰炸中，北约出动战机超过38000架次，其损失微乎其微，但每一次损失都极具标志性。F-117A 夜鹰隐身战斗机也是在3月27日这一天，被南联盟第250导弹旅利用过时的萨姆3导弹，在特定波段和飞行路径预测下，奇迹般地击落了这架正在低空投弹的隐身战机，打破了美军的隐身神话。一架美军 F-16C 后来又被第250导弹旅的萨姆3导弹击落，被成功营救的飞行员正是后来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科索沃战争与海湾战争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军开始意识到技术神话的脆弱性。南联盟采取了明智的生存第一策略，放弃了全域防空，制作了大量假目标，尽可能保持无线电静默，防空导弹在全国频繁转移阵地，直到战争结束。南联盟仍保有约 80% 的防空导弹，这其实是给2026年的伊朗提了个醒，保存实力，机动游击是应对技术代差的有效策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军从机械化向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其作战节奏之快令世界震惊。相比于1991年，萨达姆的军队已分崩离析，防空体系几乎未作抵抗。美军空中力量的损失主要不再源于正规的空战或防空网，而是转向了低空火力网、机械故障以及战场事故。与1991年损失固定翼战机不同，2003年美军损失最严重的是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在著名的卡尔巴拉之战中，美军第11航空团的30多架阿帕奇直升机试图突袭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却陷入了由 AK-47 轻机枪和 RPG 构成的低空交叉火网。虽然仅有1架被当场击落，2名飞行员被俘，但几乎所有阿帕奇都带着密密麻麻的弹孔返航，其中多架因受损严重而报废。而固定翼飞机的损失仅有几起。
一架 A-10在巴格达附近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时，被地面防空火炮重创而报废。一架 F-14因机械故障坠毁在伊拉克西部，一架 F-15E 在对地攻击中失事。不过，美军的数字化虽然提高了感知力，但爱国者导弹连环误击事件却标志着数字化体系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反噬。2003年3月23日，一架正在下降返航的英国龙卷风战机敌我识别故障，被驻扎在科威特边境的一部美军爱国者识别为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并将其击落。第二天，美国空军的一架 F-16CJ 战斗机正在执行防空压制任务，把一部爱国者雷达的搜索信号误认为伊拉克的萨姆2导弹雷达，于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导致其彻底瘫痪。仅几天后的4月2日，一架 FA-18C 正前往卡尔巴拉附近执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敌我识别质询脉冲在复杂低空背景下产生了多镜反射。爱国者认为这是一个高威胁的敌方目标，于是发射导弹，一举击落 FA-18。在阿富汗战争这样的典型的极不对称战争的20年间，美军空中力量经历了从毁灭性打击到反游击辅助，再到最后混乱撤离的转变。2001年持久自由行动初期，美军特种部队骑着马在地面用激光指示目标，引导万米高空的 B-52和 B-1B 轰炸机进行精确打击。在短短几周内，塔利班的正规武装和防空工事被彻底瓦解。这是空中力量首次在没有大规模地面部队配合下摧毁了一个政权。阿富汗也是现代无人机战争的试验场。MQ-1 捕食者和 MQ-9 收割者无人机成为了阿富汗上空的常客，实现了发现及摧毁。A-10 雷电和 AH-64 阿帕奇是地面部队的保命符，他们在复杂山谷中提供的低空火力压制，是美军能在多次遭遇战中反败为胜的关键。但2012年的堡垒营袭击是美军最惨痛的地面损失之一。15名塔利班敢死队渗透进哈尔曼德省的堡垒营，在地面摧毁了6架 AV-8B 海鹞攻击机，重创2架。这证明了，即使拥有绝对制空权，地面攻击依然能对高价值战机造成毁灭性打击。2026年的黑暗星期五正是这种地面袭击模式的升级版，从15名敢死队员渗透变成了远程导弹的精准覆盖。这说明美军在2012年暴露的地面高价值资产脆弱性，在14年后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阿富汗战争终结于2021年的喀布尔大撤退，美军空中力量表现得既高效又狼狈。一架 C-17 运输机曾创下载运823名难民的记录，但人们从起落架坠落的画面，标志着美军在阿富汗20年空中优势的惨淡收场。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2026年的美伊战争，相隔35年，美国面对的都是中东地区的地区性强国，但战争的形态、进程和代价却呈现出天壤之别。这是由对手性质、盟友体系、美国自身实力、战略指挥4个维度的根本性变化所决定的。1990年的伊拉克号称世界第4军事强国，其建军思路完全模仿苏联模式。萨达姆的建军逻辑是在两伊战争的框架下，拥有一支庞大的机械化部队，通过地面决战碾压对手。但他从未想过要面对美军的空地一体战。伊拉克军队从未进行过反美的针对性训练，其防空体系、通讯网络、指挥架构都是为对抗伊朗，当时一个同样使用苏式装备的对手而设计的。当面对美军完全不同的作战模式时，整个体系瞬间崩塌。2026年的伊朗经过对伊拉克战争教训的深刻观察，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在传统的陆海空领域，永远无法对抗美国，所以采取了一种非对称建军思路，构建了中东地区最完整、最具韧性的军工体系。导弹和无人机占比超50%，陆军仅25%，空军不足15%。
拥有2500至3000枚弹道导弹，包括法塔赫2高超音速导弹，精度居然达10米级。上万架沙赫德136等自杀式无人机，单架成本仅2万美元。更重要的是，伊朗掌握了游击队式防御与体系破击战，不是在战场上击败美军，而是让美军无法作战。通过打击预警机、加油机、雷达等力量被增气，使美军的作战成本无限上升，直到超出其承受极限。盟友体系的松动让美国失去左手支点。1991年面临伊拉克的直接入侵威胁，沙特是美军中东军事行动的核心支点。30万美国陆军、2000辆坦克、1100架战机部署在沙特境内，前沿阵地距离伊拉克边境仅100公里。沙特承担了美军部署成本的81%，而且美国的整个盟国承担了战争费用的90%。但到了2026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沙特更关注的是经济多元化和地区稳定，不愿意为美国的对伊战争火中取栗。沙特承担的美军部署成本降至不足9%，美军被迫将核心力量转移到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由于沙特退出，卡塔尔成为美军在中东的头号军事盟友，乌代德空军基地成为美军中东最大基地，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联合空战中心，集中了中东美军30%的作战力量。但这也意味着卡塔尔成为伊朗反击的头号目标。正是因为建军思路的根本差异，伊拉克和伊朗对美军造成的伤害性质完全不同。萨达姆打了43天，击落的都是美军派出去干粗活的战斗机和攻击机，这些飞机的生产线还在，损失了可以补充。但伊朗具备远程精确打击与非对称干扰能力，其破坏力呈几何级数增长。2月28日，伊朗先用低成本见证者无人机群吸引并耗尽阵地周边的防御火力，随后由精确制导弹到导弹直接命中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北部的 ANFPS-132 Block 5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该雷达是美军在海湾地区规模最大的战略雷达，建造总价约为11亿美元，探测范围达5000公里，专门用于追踪远程弹道导弹和潜在的卫星威胁，是美军全球导弹预警体系的眼睛。这是二战以来美军在单一军事设施上遭受的最昂贵损失。由于这种大型战略雷达并非量产型号，生产周期长达5至8年，这意味着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远程监控能力将长期处于半盲状态。美军部署在中东的5套萨德系统在24小时内相继损毁，更是一场震动五角大楼的战略级地震。美军认为萨德部署在后方，受爱国者在中低空和密集阵在末端的多重保护，几乎是不可触碰的。伊朗通过蜂群无人机耗干拦截弹加高超音速导弹变轨突防的战术，直接宣告了基于冷战思维构建的静态反导阵地在面对现代饱和打击时极度脆弱性。约旦境内首套萨德被数百架廉价的见证者系列巡飞弹耗尽了拦截弹，在重新装填的窗口期，伊朗发射了数枚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直接击中了核心的 ANTPY-2 雷达车。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2套萨德被伊朗大规模法塔赫2高超音速导弹直接命中，连同附近的爱国者导弹一起被摧毁。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伊朗特种部队或代理人通过地面近距离引导，利用电子干扰器短时间屏蔽了萨德系统。紧接着，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精准切入了防空盲区，导致该套系统的动力单元和指挥舱发生剧烈爆炸。阿联酋达夫拉基地，伊朗联合也门胡塞武装，从多个方向同时发射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萨德系统虽然拦截了大部分高空目标，但由于防御扇区被侧后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突破，导致拦截弹发射车发生连锁殉爆，一次性损毁5套雷达或发射组件，意味着美军失去了全球约15%至20%的萨德在役力量，而一套萨德系统的成本约为10至15亿美元。
从关岛或韩国紧急抽调萨德系统支援中东未果后，美军正计划将位于本土德克萨斯州布利斯堡的训练连队的教学和实验级萨德组件紧急实战化，并空运至中东。美军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悲观论调，单纯增加萨德的数量可能已无法解决问题。爱国者同样不能幸免。截至3月31日，美军在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的多个基地中，共有约8至12套爱国者发射架及多部核心雷达车被确认损毁或重创。比如，在3月27日的真实承诺4行动中，部署在沙特苏丹王子基地的2个爱国者导弹连阵地被直接覆盖，至少3部发射架被炸毁。卡塔尔乌代的基地在 ANFPS-132 大型预警雷达被毁的同时，负责末端防御的一套爱国者被自杀式无人机集群灌顶攻击摧毁。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一部雷达车在遭遇强电磁干扰后锁定失效，随后被伊朗的反辐射导弹击中。一套完整的爱国者连队价值约10至11亿美元，此次累计损毁的组件价值超过25亿美元。2026年的这场消耗战是美军首次在对等电子对抗和饱和打击环境下，眼睁睁看着这套防空支柱被成体系的拆解。接下来就是致命的恶性循环。战略预警雷达被毁，导致对伊朗弹道导弹的预警时间窗口被大幅压缩。萨德被毁，导致中远程空域门户大开。爱国者被毁，导致末端空域漏洞百出。接下来的停机坪屠杀重现了2012年阿富汗堡垒营的那一幕：预警机、加油机和电子干扰机在停机坪被精准点名。由于美军部署在中东的加油机总数约为70至80架，美军已经累计损失加油机约占其总量的1/7，这直接导致战斗机的出动效率下降，美军被迫减少对伊朗纵深目标的打击频率。E-3G 预警机因生产线已关闭，导致其不可再生性，剩余的15架同型机必须承担更高强度的值班任务，这可能导致美军在中东部分空域的战场管理出现阶段性空白。EC-130H 是美军现役主力电子干扰机，战前全军仅存约7架能运作，此次一次性损毁2架。意味着美军在压制敌方通讯和防空雷达方面的战略级电子战能力下降了近30%。而战术飞机方面，3月2日，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饱和攻击和强力电子干扰下，美军的敌我识别系统出现混乱，导致3架 F-15E 被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击落。3月19日，在伊朗卡迪尔远程预警雷达和 YLC-8B 反隐形雷达的指引下， F-35被新型防空导弹击中，标志着美军隐身即无敌的时代正式结束。空中优势被削弱，意味丧失了对伊朗纵深的制空权。美军从单向透明的治安战模式，被迫跌回了高强度、高损耗的大国对等对抗现实中。美国正在独自承担一场高消耗战争，而它的制造业基础已无法支撑这样的消耗。1991年的美国正处于冷战后单极时刻的巅峰，军事机器庞大且高效。美军在中东部署6艘航母、1300架战机，占当时空军总量的约20%至30%。2026年的美国虽然技术更先进，但规模已经大幅缩水。美军仅出动航母2艘，部署300架战机，却占到了全球可部署力量的40%至50%。这意味着美军已没有战略预备队可言。如果亚太或欧洲同时爆发冲突，美军将面临无兵可调的窘境。1991年的美国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仍超过20%，军工产能充沛，波音、洛克希德等企业能在短时间内补充战损。但2026年的美国制造业占 GDP 比重已降至10%左右，军工产业面临严重的供应链问题。卡塔尔的 ANFPS-132 Block 5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生产周期将长达5至8年。萨德系统5套被毁，
约3至5年才能弥补缺口。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发射量据估算已超过198枚，加上2025年6月消耗的150余枚，美军已用掉其全球萨德拦截弹库存的约25%至40%。每枚萨德拦截弹的造价高达约1200万至1500万美元，一个月拦截行动的纯导弹消耗成本即突破20亿美元。而目前美国每年仅能稳定生产96枚拦截弹，一个月2400枚的爱国者拦截弹消耗量也已超过了过去3年的俄乌冲突中爱国者的使用总和。美国目前爱国者 PAC-3 MSE 的年产量约为600至700枚，这意味着开战一个月所消耗的库存，需要美国国防工业在满负荷状态下生产3.5年到4年才能补充。KC-135加油机12架被毁或重创，其生产线早已关闭，仅能靠 KC-46A 新机补充，至少需要2年以上。E-3 预警机已停产， E-7A 至少2028年后才能供货，加之现役 KC-135 平均机龄超过60年， E-3 平均机龄超过40年，维修周期不断延长，可用率持续下降。美军就像一个年迈的拳击手，经验虽丰富，但耐力下降，经不起硬碰硬的消耗战。对手一旦采取高频打击战术时，很容易引起连环崩溃。相比硬件，美军的战略设计和指挥的退化更严重。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现代史上美国最辉煌的时刻，美国在军事、政治方面双丰收。美国外交斡旋持续5个月，争取到34个盟国支持；军事调动持续5个月，在沙漠中囤积50万大军、2000辆坦克、1300架战机；空袭持续38天，彻底摧毁伊拉克指挥体系和战斗力；地面战仅100小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结束战斗，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这是一场工业时代战争的巅峰之作。动员一切资源，以绝对优势碾压对手，快速结束战斗，避免陷入泥潭。这场战争的总设计师鲍威尔也达到了自己军事生涯的顶峰。作为一名纽约贫民区走出来的牙买加移民后代，鲍威尔2次被派往噩梦般的越南战场，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91年的美军将领们是经历过越南战争，在冷战最前线与苏军对峙的一代，他们深知战争的残酷，也因此更加谨慎。海湾战争后，鲍威尔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美国军队今后的挑战》一文，系统阐述了海湾战争背后的哲学。这套原则后来被称为鲍威尔主义，其核心可概括为以下6条。第一是核心利益原则，只有在关键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才能动用武力。而过去越战的教训是为次要目标南越存亡而流血，而对确保西欧安全以及阻止苏联的核威慑的核心利益忽略。现在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一样模糊，是反核、政权更替，还是遏制伊朗？第二是最后手段原则，所有非暴力政策、外交制裁等均已宣告无效后才发动战争。过去越战的教训是外交为穷尽即开战，北部湾事件被后世认为是一场经过设计的开战借口。当时华盛顿并未真正尝试通过多边外交或中立国调停来解决南北越矛盾，而是急于将冷战思维军事化。当前的伊朗战争更遭遇盟友与地区的双重抵制，大部分盟友认为美国跳过了制裁加码和区域对话的阶梯，而导致美国无法像以前那样组建真正的多国部队。而沙特核心利益是地区稳定而非战争，拒绝为美国再次买单。第三是明确目标原则，必须有清晰、明确、可实现的政治与军事目标。而过去越战的教训是目标模糊导致战略漂移。美国既想遏制共产主义，又因担心中国深度介入而不敢彻底摧毁北越政权；既想维持南越不倒，却又不愿投入无限资源，最终因无法定义胜利而陷入消耗战。当前美军虽然开战即通过斩首行动重创了伊朗最高层，但军事上的摧毁
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实现。美方并未明确接下来的政治目标是占领并建立亲美政权，还是仅仅削弱其远程打击能力后撤军。第四是压倒性力量原则，一旦决定开战，必须动用决定性、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而越战教训是添油战术必败。当时的约翰逊政府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迷信渐进式施压，这种挤牙膏式的增兵给北越留出了充足的适应和动员时间，美军始终无法形成压倒性优势。如今，美军虽然在表面的火力上做到了压倒性，但在兵力和战略支撑上却断档。由于沙特拒绝买单和盟友旁观，美军缺乏足够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朗进行断后和维持，而第一波压倒性打击并没能彻底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伊朗新领导层已接权，且代理人武装在黎巴嫩、也门活跃。华盛顿为了保住战果，可能会开始小规模、零散地向争议地区增派特种部队。这种后续补救式的增兵，正是越战添油战术的变相重演。第五是公众支持原则，必须获得美国人民和国会的广泛支持，而越战教训是失去民心，则战争必败。约翰逊政府最初隐瞒了战争的真实规模和伤亡，民众发现政府口中的胜利在望全是谎言。征兵制的推行让战争直接威胁到每个家庭，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反战运动。特朗普政府通过开战初期的精确打击和对伊朗最高领袖的斩首，迅速营造了一种赢了的氛围。但相对于越战的民意崩溃，经历了数年，伊朗战争在开战仅1个月后，就因其高昂的经济代价和激进的手段，迅速透支了公众的耐心。美国正处于自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潮中。3月28日，刚刚爆发了名为"不要国王"的第3波全国性大游行，800万至900万人走上街头，举办了超过3300场示威活动，高达62%的美国人反对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第六是退出战略原则，必须有清晰的退出战略，而越战教训是，如果战争的第一天没有想好最后一天怎么走，那么第一天的胜利就是通往泥潭的入场券。美军在越战中陷入了为了不输而战的逻辑，直到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签订，美军的退出实际上是甩锅，因为缺乏一个稳固的政治终局，美军前脚走，南越后脚即溃败。美军在伊朗开战即完成了斩首和去核化轰炸，但伊朗目前并未如白宫预期的那样发生全国性起义并建立亲美政权，反而由强硬派和革命卫队转入分布式抵抗，这导致原本计划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正演变成一场横跨中东的治安战。2026年的美国找不到一个像鲍威尔那样的战略大师。传媒工作者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服役时最高军衔是陆军少校，负责特种作战训练，军事生涯里最多管理过1个排。这皆是一个结构性缺陷，美国军事决策层缺乏大兵团作战的顶层设计能力。2026年的美军将领大多成长于反恐战争时代，面对的是游击队和恐怖分子，而非拥有完整国防体系的地区强国。当他们面对伊朗这样一个准强国时，战术思维和战略预判都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这是反恐战争的代价。一支军队习惯于打治安战后，他会逐渐忘记如何打大国战争。我们再横向观察一下美军陷入伊朗的消耗战与俄军深陷乌克兰战场。虽然对手不同，战场环境迥异，但两大军事超级大国都遭遇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战略挫败。乌克兰拥有完整的苏联军事遗产，且获得了北约实时情报、指挥系统和武器的全维度注入。乌克兰不求速胜，只求将俄军拖入血肉磨坊，利用北约的情报优势，逐个消灭俄军技术装备。这两场战争的共性在于，首先技术代差被削弱，无人机、导弹和卫星平民化，大国引以为傲的高技术重装部队在廉价的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面前变得极其脆弱。乌克兰战场上民用无人机和星链让战场变得完全透明。
俄军任何大规模的集结，在几小时内就会被卫星和无人机发现，随后迎来各种精确打击。过去，技术优势可以转化为战略纵深的安全感。现在，精确制导武器的普及和无人机的长航时侦察、前线和后方的概念已经模糊。任何停在地面上的高价值装备都是潜在的活靶子。美俄两国在战略指挥上也都犯了冷战胜利后遗症。开战初期，俄军试图复制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斩首行动，派空降兵突袭基辅，但由于情报失误，后勤保障不力，导致闪电战变成了添油战术。俄军在战略指挥上陷入了既想速胜又不敢总动员的矛盾中。此外，美俄两国都在承受去工业化的代价，失去了刨冰的能力。俄罗斯失去了电子工业，甚至依赖伊朗和朝鲜的补给。从海湾战争的势如破竹，到科索沃战争的神话裂痕，再到伊拉克战争的意外损耗，直至今天，在伊朗的黑暗星期五，历史的轨迹清晰地显示，随着技术的扩散和战术的创新，绝对的技术代差正在被逐步填平。超级大国的血条再厚，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技术代差再大，也挡不住非对称体系的精准打击。3月27日不仅是美军单日损失最惨重的一天，更可能是美国空中力量优势这一神话终结的起点。如果无法像越战后那样进行一场彻底的军事革命，那么黑暗星期五将不再是孤立，而是美军的新常态。